北约不再沉默，乌克兰战败就是北约的失败，可惜结局出人意料。大家好，我是谢永华，欢迎来到永华观点。今天我们来聊聊北约首次承认参与俄乌冲突，俄罗斯警告此举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呢？最近，俄罗斯新闻秘书佩雷科夫对记者说，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将北约战败与俄罗斯胜利放在一起对比，并声称乌克兰战败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失败及威胁。这等于是间接承认北约已经参与到俄乌冲突中来。可惜结局有点出人意料，并不是美国想要的。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美国带着大量西方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等等，向乌克兰援助了数量众多的武器，导致俄军在乌克兰受挫，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然而，俄乌冲突半年多以来，从来没有以北约的名义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北约与西方国家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对此，俄罗斯做出过严重警告，然而一般都是针对某个国家的，甚至只是针对美国的。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它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军事联盟。北约的发起国与领导者正是美国。这个组织针对的目标是前苏联，北约拥有大量的常规武器和超强的核力量，足以保证与前苏联武装力量相互毁灭。同时，美国通过北约来从军事上控制欧洲，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保证。这个军事集团的作战力量，对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北约之外的国家来说，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在苏联解体之前，北约的主要目标变成了俄罗斯。趁着俄罗斯在经济方面出现严重问题，自顾不暇之时，北约不断进行东扩，将很多东欧国家纳入其体系之中。随着北约成员国越来越多，北约这个巨型军事联盟的边界离俄罗斯越来越近，甚至只隔着一个乌克兰了。普京已经忍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对北约东扩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直到北约部队直接进驻乌克兰境内开始。在过去几年，美国带领北约国家在乌克兰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深深刺激了普京。北约挥出的拳头已经离普京的鼻尖不远了。如果像欧盟一样的经济联盟，乌克兰即便是加入了也无所谓。然而北约是一个军事联盟，乌克兰也想加入，这就让普京火冒三丈，必须发起绝地反击了。不然的话，北约的反导系统极有可能快速部署在乌克兰，普京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马上就变成瘸子。倘若是以国家名义向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对俄罗斯来说其实威胁不大。如果单打独奏的话，哪个国家基本上都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包括美国在内。普京也不一定把他们看在眼里。然而现在北约秘书长却喊出了参与俄乌冲突的意思，那还了得，北约参与俄乌冲突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北约军事联盟准备与俄罗斯强大的核力量进行对抗了吗？那么普京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就是错误的，因为选错了对象。况且现在俄军还是占据优势，这并不是美国人想要的。那么美国会不会带着北约亲自下场呢？之前包括马克龙在内的西方政治精英呼吁全球各个国家在发表有关俄乌冲突的看法的时候，谨慎提及核武冲突，其实就为了防止出现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全面军事对抗。现在北约秘书长却表达出了北约要与乌克兰绑在一起的意思，这会令普京怎么想呢？虽然现在俄军正在对乌克兰进行大轰炸，针对的目标一直是乌克兰，然而北约秘书长的说法极有可能让普京把目标转移到北约身上，进而引起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世界大战的风险
正在增加。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